美聯儲議息會議前夜，比特幣強勢破位，是最後一跌還是崩盤節奏？這裡是加密阿爾法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我們先來看比特幣 K 線圖，在前天64000反彈，首先摸到65000的這一個關鍵位，就在短線急跌，一口氣收破了64000，並且創出一個更低的低點。顯然，這一個多月的上升趨勢是被終結了。它短線的話，首先又回到下方這個區間去震盪的一個範圍。當然，週線級別來講的話，它本來就是在60000到65000左右範圍內進行震盪的一個過程而已。比如說，在下方短線的一些關鍵位得到支撐之後呢，依舊是有挑戰上邊緣的這個機會的，並不是說它馬上會跌到哪裡去。那既然這樣一個上升通道呢已經跌破了，現在在走跌破之後的回抽動作，而且在這個跌破過程當中形成了一個震盪下行的下跌通道，在這個下跌通道當中出現了一個著名的黄昏之星雙線反轉，所以它的跌勢相對來說比較明確。那接下来的回抽主要看下降通道的上沿能否繼續跟着下跌，如果下跌之後呢，目標位会来到前方的61000左右的位置。現在主要去關注的就是比特幣在64000左右留下的一個平行低點，在利率決議後，如果還能在64000附近去盤住的話，那麼必須要看它重新收回這一線的平行低點之上，就類似於之前比特幣在64700美金的那個短線平行高點一樣，它一樣只是來個獵殺止損，然後迅速跌回。所以在這裡呢，同樣反過來，它也不能夠去停留太久，否則的話，再次下跌的幾率就會增加。並且還有一點比較重要的是，我們把這個下方密集成交去 POC 畫出來，它現在在什麼位置？是不是剛好就幾乎卡在了63700美元左右，也就是短線上的平行低點？所以我們直接去關注到64000這一口價格。如果接下來利率決議之後，比特幣仍然強勢站在64000左右，那接下來就會回到震盪上行的這個通道當中，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。那只要它還在60000到65000的這個區間震盪，我都會比較期待它最少能摸到上一方68000左右的位置。那這可能會對應一個終極的增長，是比較完整的一個走法。如果就這樣子，它可能只觸碰到67000剛好那一下，然後呢就下探的話，我都覺得差一點意思，因為好像任務還沒有完成。上方的話其實距離並不遠啊。有不少流動性可以拿，如果一點都不拿的話，那的確會比較奇怪，市场的走向就會變得比較頹勢啊。那當然市场沒有一定就是說按照這個劇本走，如果沒有來的話，就沒有太好的一個交易機會。因為市场的分歧呢是非常多的，所以想法就是先別交易，等議息會議結束之後，利率出來了，公布了方向，再確認去找一些趨勢性的行情。那這就是目前處在一個變盤的節點。至於說到61000前方低點，那原因的話，我在周一的時候已經跟大家講過，61000的話是有大量的流動性積累的，那主力大概率會拿到這一坨流動性，然後如果在這個位置上去站穩的話，那其實方向就會變，重新回到上升通道。我們再看一下散戶持有方面的情況 ，Coinbase 的溢價指數以小时图顯示，那最近比特幣價格出現下跌的情況下，溢價指數一直都是負的，而且還是擴大的負。那這個擴大程度呢，跟之前比特幣跌到59000的時候一樣的級別。所以呢，散戶呢仍然是一個割肉恐慌的狀態，他們目前呢還沒有把手裡的籌碼全部交出去。宏觀面的大事的話就是議息會議啊，那這個利率決議的話就要公布，目前呢有 64.2% 的話是維持概率不變，那甚至呢有 35.8% 呢是要加息25個基點。不光是這個月，9月份加息的話概率會非常大，已經超過了 50% 啊，現在來到 55.4%。甚至 24.7% 的話會有增加50個基點的概率啊。那目前來說的話，整個市場對未來流動性呢還是處在一個非常悲觀的狀態下。那大家都還是比較謹慎啊。那主要也是跟油價通脹還有新主席臥室的這個態度有關係。目前市場情緒呢並不樂觀，而且川普的話也非常着急啊，因為川普直接喊話說利率應該降低，美國應該擁有全球最低的利率，但是臥室呢並沒有像預期當中那麼聽話，至少到目前為止呢，他的態度還是非常強硬的。隔壁美股的話其實也不太好，因為今天納斯達克跌了 0.2%， 下跌的原因呢主要是半導體板塊領跌，什麼 AI 硬件、存儲、芯片、光通訊這幾個板塊都是普遍下跌，閃跌的話直接暴跌 4.25%， 美光的話都跌了 8%。 那這些板塊因為跌的話就是 KMK3 的問世啊。隔壁的韓國股市經歷了今年第9次的熔斷 ，KOSPI 一度跌幅超 12%， 那恢復交易後呢，賣壓繼續擴大，中場重挫 6%。 要知道韓股昨天剛跌了 11%， 這種連續暴跌在韓國股市上非常罕見。那今天暴跌的導火索的話是 SK 海力士啊，因為它公布了第二季的財報，淨利潤的話增 557%， 暴增超過5倍，但是呢股價反而暴跌了超過 10%。利潤暴增5倍，股價卻跌1成，這就是對預期的陷阱啊！市場現在對 AI 的企業獲利預期被推到一個不太現實的高度。三星呢也同步大跌超 6%， 因為它禮拜四的話要公布財報嘛，市場先跌。
亞太指數跌到4月中旬以來最低。但是有個現象要特別注意啊，在全球芯片股跌成這個樣子，然後韓國股市熔斷，納斯達克連續5天下跌，創今年最長連跌記錄。比特幣呢，居然還沒有怎麼跌啊，因為從7月28號一度跌破63000，很快就反彈回來。今天呢，甚至還有感覺好像要往65000方向走。比特幣好像暫時沒有跟 AI 芯片股做一做了，那這不是第一次啊，因為上一次的話是上禮拜美國7大科技巨頭一天蒸發7970億美元市值，比特幣呢幾乎紋風不動啊。那在過去5個交易日內，這種比特幣不跟科技股聯動的情況發生了2次。當然，現在就說比特幣跟科技股徹底脫鈎還為時過早，但這個趨勢如果繼續下去，就意味着比特幣資產屬性正在發生根本轉變，它正在從一個高風險投機工具慢慢變成一種宏觀對沖資產。正是比特幣的這份韌性即將面臨真正的考驗，這個考驗就是7月30日凌晨聯準會的利率決議。但對於美聯儲今晚是否會進行加息，我覺得概率並不大，我還是看好7月份的話能夠平穩落地。我們能做的就是少重倉交易，多定投。如果大餅也就是比特幣接下來價格繼續向下跌破200均線的話，那就是一個很好的抄底機會。你在抄底的這段時間呢，不要去過多關注盤面啊，因為你一旦關注盤面的話，手癢忍不住去操作，得到一些盈虧比很差的單子。結果最後呢，反而要把原本抄底的資金給磨損，這就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。因為你在這裡損失的1美元，可能在未來的大牛市裡面都是5到10美元的機會。那目前的話，長期流動性已經降到 0.39 了，接下來4周左右的時間，它可能真正進入到所謂4年才有一次极致冷靜的一個抄底區。能不能去順便把大級別低倍多單開了，這也是很多觀眾他很想問的一個問題啊。但我還是要等到右側一個短期持有者成本線的爆量上竄，然後實體區就可以進行下手。當然，主要思路的話是在現貨部分。說到這裡，想要真正在幣圈發展的你，需要趁手的工具，使用我們視頻下方的注冊鏈接，即可以輕鬆注冊幣安，全球第一交易所，給到全網最高 20% 交易減免。OKX 交易所，使用觀感體驗拉滿，同樣有 20% 手續費減免。另外，參與 OKX Bot 的觀眾可以使用專屬邀請鏈接去刷代幣交易量的時候呢，有減免，期期都有肉吃。Bybit 最高 30% 手續費返現，新人注冊解鎖迎新好禮。Get.io 注冊贏取135 USD 新手入門禮包。BitGet 加密美股 ETF 黃金外匯趨勢融合最激進、布局最早的一批交易所之一，注冊也有 20% 手續費減免。每一家交易所都要去注冊，你可能覺得注冊這麼多交易所沒用，但每一家都會有自己的特色和創新。我們可以錯過機會，但不應該在機會來的時候呢毫無準備。還有一件事，我們認為金錢是一種流動性的能量，當你將財富寄予需要的地方，它將化成成千上百的善意回到你身邊。所以我們在 QQ 開設了公益群，如果你有任何公益行為，請在進群後無私分享出來，通過我們頻道來給你傳播，讓更多人加入。感謝大家對公益事業的支持。